中美在第一岛链作战，谁会占据优势？兰德智库报告指出，美军会输到脱裤子。为何说美军对中国优势变少不是坏事？近段时间，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外界是有目共睹。美军频繁的挑衅行为不禁让人担心，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众多专家和媒体都做出了预测。核心思想就8个字：放弃幻想，准备斗争。既然如此，那假如中美在第一岛链作战，谁会占据优势？对此，兰德智库给出了参考答案。据参考消息网10月15号报道，美国独立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达尔德指出，根据兰德公司剧本美中军事积分卡显示，美国会输到脱裤子。作为目前世界上的头号军事强国，美军真的会输得这么惨吗？所谓的美中军事积分卡是由兰德公司14位专家撰写了长达400页的报告，从陆海空等多方面对美中军事实力进行对比。兰德公司的军事积分卡以7年时间为间隔，对美中军事力量进行系列比较，目前已经进行过4次比较，分别是1996年、2003年、2010年和2017年。军事积分卡号称有10张，其实只有9张，最后1张是核打击的自信心分析。在1996年的比较中，美国有6张优势卡，而2017年则正好反了过来，美国只剩3张优势卡。难怪说中美第一岛链作战，美军会输到脱裤子。对此，美国自然是不甘心的。为了重新掌握在西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优势，美军想出了很多办法，其中包括给美国海军陆战队改制，使其更适合在西太地区对中国作战，以及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弹道导弹，将美军日韩永久性军事基地的部署转为在东南亚国家进行多基地轮换部署，甚至是对台出售武器。但目前来看，美国想出的这些办法好像暂时没什么效果。军事专家杨成军更是表示，美国售台的武器在战时都会被首先摧毁，或者充当我军的战利品。更何况，兰德公司的军事积分卡每7年才比较一次，从2017年到现在，中美军事实力一直在持续变化，当然，更多的是朝有利中国的方向变化。所以，时间越久，美军对中国的优势就会越少。其实，美军对中国的优势变少，并不见得是坏事。美军对中国的优势越少，说明美军对中国发动战争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这将有效减小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谁会希望进行一场注定要输或者注定占不到便宜的战争呢？多兵种登岛演练中，无人化装备大放异彩。张召忠透露，我军可能还有一种可以用于夺岛作战的神器。最近我军在东南海域进行多兵种联合登岛演练，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军事专家曹卫东总结了我军此次演练的3个特点：兵力结合新、装备型号新、作战样式新。在这次登岛演练中，我军的无人智能化装备可以说是大放异彩，让众多军迷过足了眼瘾。但你以为这次演练展示的就是全部吗？我军可能还有一种用于夺岛作战的神器。无人化装备虽然表现亮眼，但是从我国著名军事专家局座张召忠在一次节目中的描述来看，我国可能还有另一种可以用于夺岛作战的神器——地效飞行器。按照张召忠所说，地效飞行器适合大陆对岛屿作战。从大陆起飞后，经过海面飞行后，可以直接从地效飞行器上发射导弹，对岛屿进行攻击。地效飞行器是利用地面效应原理，贴近水面或地面进行高速航行的运载工具，是一种介于舰船与飞机之间的飞行工具。相比于水面舰船，地效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受到的阻力更小，因此速度更快。相比飞机，地效飞行器的体积更大，运载能力更强。说到地效飞行器，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联建造的里海怪物，但其实中国也有自己的地效飞行器。中国很早就开始研制地效飞行器，据说现在中航工业每隔几年就会发布一款新的地效飞行器。说起中国的地效飞行器，在2014年珠海航展上亮相的200吨级海雕 H680 地效飞行器，绝对是让人感到惊艳的。海雕 H680 地效飞行器采用4个喷气式发动机布局，其巨大的体型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苏联建造的里海怪物。值得一提的是，资料显示，海雕 H680 最大航速达到300节，时速超过500公里，能续航近2000海里。这表示海雕 H680 的航行速度比大部分的直升机都要快，而且地效飞行器不需要机场就能起飞，由于贴海飞行，隐蔽性也很好。
是当之无愧的近海登岛作战神器。如果不是这次登岛演练，相信很多人可能都还不知道我军的无人化装备已经发展的这么好了。我军虽然没有专门在演练中展示过地效飞行器，但从海雕 H680其实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来。未来或许会在东南沿海地区看到我军的地效飞行器也说不定。中国两栖战力不足，攻台非常困难。我军多兵种联合登岛演习中一幕或能让其清醒，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亲眼目睹了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这其中美方要负主要责任。之所以中美关系会迅速降至冰点，有一股力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那就是美国的反华人员。最近美国反华急先锋再次出动，不但怂恿对岸要加强防御，还妄称中国大陆两栖战力不足。据观察者网报道，10月16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通过视频在阿斯彭研究所论坛发表演讲时称，虽然中国大陆还没准备好，但对岸需要加强自身防御，以应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此外，奥布莱恩还宣布，中国大陆两栖战力不足，攻打对岸会非常困难，需要10到15年才有能力做到。真不愧是美国的反华急先锋，睁眼说瞎话的本领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也不知道奥布莱恩哪来的自信，说出中国两栖战力不足这句话。这句话放在20-30年前，中国对上美国可能确实如此，但放到现在就只能当笑话看了。前不久，我军组织的多兵种联合登岛演习已经一定程度证明了我国的两栖作战能力。在我军公布的多兵种联合登岛演习视频中，有一幕一定让很多军迷印象深刻：一辆05式两栖战车缓缓开入一艘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的坞舱中。画面一转，可以看到坞舱中大约停放了20多辆装甲作战车辆。看到这一幕，对岸是气得跳脚，美国竟然管这叫两栖战力不足，这一幕也该让某些人清醒了吧。071型船坞登陆舰是我国研制的大型两栖船坞登陆舰，目前已经有8艘同型舰，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小视的两栖登陆力量。071型舰是我军目前两栖登陆作战的主要力量。其舰体宽大，舰体内部能携带直升机和076型气垫登陆舰、各类装甲作战车辆等数量众多的登陆作战武器。我军现在完全有能力在一场两栖登陆作战中一次投入200到400辆装甲作战车辆，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有些时候只是中国不说而已，但某些人可千万别做睁眼瞎，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除了已经正式服役的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外，我国还有尚未服役的075型两栖攻击舰。中国的两栖战力只会越来越强。中国在10到15年后有能力在两栖战力上应对的不是对岸，而是美国才对。继歼20后，我军又在东南沿海部署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台媒称可震慑美军航母，揣着明白装糊涂。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周边海域可是一点儿也不平静，不但有美国等外部势力在活动，我军的海上军事演练行动也大幅增加，给人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我军增加演练的目的不言而喻，但有些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然而我军稍微有点动静就原形毕露了。最近台媒声称，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部署了东风17导弹，引起了热议。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0月18号援引南华早报的报道，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配备了新款东风17超音速导弹，取代已经在此部署了几十年的东风11和东风15导弹。此外，报道还特别强调，东风17导弹的射程能覆盖位于日本横须贺的美军基地，可威慑美军航母。作为高超音速武器，东风17导弹复杂的飞行轨迹使其很难被现有的任何防空导弹系统所拦截，因此东风17主要用于打击敌方反导防空系统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价值目标，而航母作为高价值目标，同样也是东风17导弹的猎物之一。而且因为东风17导弹具备飞行末端机动能力，还可以打移动靶。如果我军真的在东南沿海部署东风17导弹，确实能对美军产生不小的威慑。毕竟美军很大可能是防不住的，只能靠运气来蒙。
有意思的是，就在上个月，同样是台媒大肆报道称，我军第5代隐身战斗机歼20疑似部署在浙江衢州机场。当时报道称，浙江衢州机场距离对岸500公里，歼20只需飞行15分钟就能到达对岸上空。军事专家王云飞更是爆料称，歼20配备了一款专为其设计的新武器，适用于执行斩首行动。对此，网友和军迷可能是喜闻乐见，但某些人可能就要睡不着觉了。综合这段时间的报道来看，会发现我军在东南海域进行的军事演练行动变多了，近期更是进行了多兵种联合登岛演习，而且还是公开的，这是十分罕见的。此外，歼20、东风17导弹等我军先进武器装备也频现东南沿海地区。单独来看，这些好像都没有什么，毕竟都是正常的军事行动，但放在一起就有点耐人寻味了。这未尝不是我国在向外界表明一种决心。